一般我们想要知道自己的体重落在哪个区间，可能会参考 BMI。但你知道吗？日本的年轻女性可能会参考这张表，里面最显眼的红色呢，就是比 BMI 过瘦标准还要再瘦的灰姑娘体重，而这是很多日本年轻女性的减重目标。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灰姑娘体重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最近在日本年轻女性的社群媒体上面呢，流行着灰姑娘体重的说法。像刚刚这个只有表格的影片，在 TikTok 上面有200多万的播放量。发影片的人身高153公分，体重42.8公斤。虽然她的体重已经非常接近所谓的灰姑娘体重，但她还想要再继续减到40公斤。在日本，像她这样子追求灰姑娘体重的人并不是少数。根据 BBC 的报道，日本可能是全球唯一一个高收入但女性体重普遍偏低的国家，而且女性过轻的比例甚至逼近全球最贫穷的地方。甚至还有人为了追求灰姑娘体重，吃减肥果冻，吃出心悸啊、恶心、头痛等等症状，结果送验之后发现里面居然含有日本政府没有核准的药物。那到底什么是灰姑娘体重？为什么日本女性要追求灰姑娘体重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为什么卡通里面的起司都有动，但台湾的起司却没有呢？答案是种类不同。卡通常见的瑞士起司呢，发酵熟成时间长，留下二氧化碳多，所以洞也多。但台湾常吃的起司，因为结构比较细致，所以表面都很平滑。哇，这个知识含量也太高了吧！我的知识不止这个。你知道吃起司会让人快乐吗？科学证实鸡胸肉啊、鸡蛋、毛豆、南瓜子、鲑鱼还有起司等等呢，都是富含色氨酸的快乐食物。它们能够协助体内制造血清素，帮助人拥有稳定好心情。原来如此，所以拍照微笑才要 say cheese 吗？好烂！拍照谁 cheese？ 平常吃 cheese， 任何时候只要来一片芝士乐原味或较低脂起司片，单吃就能够摄取优质蛋白质、钙质与各种营养素，让你随时随地享乐就乐。今天下班就到各大通路购买芝士乐，替自己储备日常快乐。在了解灰姑娘体重之前，我们要先来认识一下身体质量指数，也就是 BMI。BMI 的计算方式呢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那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20岁以上的成人 BMI 如果低于18.5，那就算是过轻；如果是超过25以上，就会被认为是过重，甚至是肥胖。那认识完 BMI 之后呢，我们可以回到灰姑娘体重。根据网络上面流传的公式，灰姑娘体重呢是身高的平方乘上18。为什么是18呢？我们目前没有找到一个可靠的说法，但有人推测这可能是根据 BMI 过轻的标准18.5来设定的。也就是说，灰姑娘体重是比 BMI 的过轻标准再瘦一点点。那大概是从2016年日本社群开始流行灰姑娘体重的说法，有些人形容它是即使是穿着玻璃鞋也不会断裂的重量，或者呢是就算是纤细的王子也能够轻易抱起的重量等等。可是为什么是灰姑娘体重而不是白雪公主体重还是小红帽体重呢？老实说，我们并没有找到灰姑娘体重的命名由来。不过有份发表在日本性别杂志论文提到，灰姑娘是日本理想女性的象征。早在明治时期的1868年，灰姑娘的故事就传到了日本。当时的日本社会非常强调灰姑娘顺从、贤惠、孝顺的形象，同时利用故事教导女性要成为好妻子跟聪明的母亲，受到了很大的欢迎。在1950年，迪士尼版本的灰姑娘问世之后，日本社会更出版了大量的灰姑娘相关绘本，而且在多数的绘本当中，会把爱慕虚荣的继母跟继姐画成丑陋的角色，而灰姑娘就是一个漂亮的公主。论文的作者认为，这种情况会让读者把善恶跟外貌连结，像是继姐这样子丑陋坏心的人会得不到幸福，而瘦弱又漂亮的灰姑娘就会有王子来拯救她，并且可以透过婚姻带来幸福。那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成为灰姑娘就逐渐成为了日本女性的努力目标。所以也有人认为灰姑娘是理想女性的象征，可能也渐渐的反映在日本女生追求瘦弱形象的执着上。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或许可以从日本政府的统计来验证看看。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发现，从1960年开始，日本年轻女性的 BMI 就一直在下降。最近20年来，日本女性的过轻比例更来到11到13%，这个数字比起其他跟日本经济条件相近的已开发国家还要来得高很多。比如说呢，在英国过瘦的女性只有 2.1%， 美国是 2.3%， 加拿大跟德国是 2.9%。那即使是日本的隔壁邻居韩国，也只有 8.3%。BBC 的报道中提到，通常是位于非洲的贫穷国家，像是普隆地啊、尼日或是厄立垂亚，才会有类似日本过轻女性的比例。
此外，日本的官方统计也发现体重过轻的族群大多都集中在年轻女性。首先是20到29岁的年轻女性，在1982年过轻的比例呢大约是12.1%，但经过了10年，这个比例就翻了1倍多，来到了26.4%。那在2010年甚至还来到了29%，也就是将近有1/3的年轻女性体重过瘦。那近年来数字虽然略有下降，但也大多呢有在20% 以上，大约是1/5的比例。同时，在30到39岁的女性的族群当中，过瘦比例也有增加的趋势。1992年只有10.1%，到了2012年就成长到了17.1%。而这些年轻女性为了要达到这种瘦弱的体重，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有人分享自己高中时呢，一天只吃2餐，早餐香蕉牛奶，晚餐只喝水，再加上这个早晚慢跑跟偶尔游泳，在2个月体重从50公斤降到了40以下。还有人分享自己为了让体重维持在标准以下，除了不吃零食、不吃晚餐，呢就狂喝水跟无糖麦茶，还有不管楼层多高，他都要坚持走路，绝对不搭电梯跟手扶梯。不过，这么疯狂的追求灰姑娘体重，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灰姑娘体重带来的问题可以分成个人还有社会的2个层面来讨论。那在个人层面，又可以再分成生理跟心理的2大类。首先在生理层面上面呢，体重过轻还有脂肪减少，容易有肌少症骨质疏松，或者是因为营养不良导致内分泌失调、月经失调，严重还可能会危害生育的功能。像是前 AKB48 的成员高桥树里就曾经为了减肥都不吃东西，就1整年下来皮肤变差、失眠，甚至都没有月经，最后去看医生吃药调整饮食，情况才好转。那在心理层面上面，过度的追求瘦身也容易让人有自我认同感下降，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不够瘦，甚至可能担心被同侪或者是朋友嘲笑，导致人际关系疏离，甚至出现厌食症、忧郁症的情况。有人分享自己小时候很爱吃，是小学班上爱吃第1名，可是上了中学，班上都没有女生会去加饭，让他压力很大，不敢再多吃饭。后来呢，高中进了女校，更有减肥的压力，就开始节食，结果出现了轻微的厌食症。再来是社会层面的影响，有很多的日本女性分享，为了要融入这个普遍过轻的社会，即使她们的 BMI 正常，还是必须要不断的减肥跟瘦身。那这个压力也反映到了减肥产品的销量上面。根据富士经济的报道，2021年抑制食欲或燃烧脂肪的产品在日本有384亿日元的商机，而隔年呢又增加到433亿，反映出日本对于减肥的需求不断的上升。此外，日本年轻女性体重过轻，也可能间接的影响到了新生儿的体重。根据 WHO 的资料，新生儿体重如果低于2500克，可能会有生长受限死亡率增加的风险。而日本的单胞胎新生儿呢，在1975年低于2.5公斤的比例只有4.6%，但是到了2019年已经增加到了8.1%。有很多人对于这个现象感到非常担忧。那既然体重过轻问题这么多，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日本女生想要追求灰姑娘体重呢？这可能有3大原因首先是日本文化，在美国研究日本近代社会文化跟历史的教授拉斯认为，苗条一直是日本文化当中的美感标准。比方说，日本的和服线条非常的垂直，女性为了穿进和服，通常也会把自己包裹得很紧，凸显出纤细的身材。同时，江户时代的浮世绘艺术里面呢，女性也大多都被刻画得很纤细瘦弱。他认为这可以显示出日本社会对于女性有纤细苗条的期待。再来，即使现代有 BMI 当作是衡量体重的标准，但你就发现日本女性对于体重的认知远低于健康值。日本安田智洋教授找来了90名日本女性，根据 BMI 分成了过瘦、正常体重还有肥胖3组。他发现过瘦组的人要达到理想体重，平均应该增重10.3公斤，但他们却希望保持目前的体重。那即使是正常体重的女生，她们也不满意自己的身材，平均认为应该要再减少4.5公斤。而最后呢，社群媒体的影响可能也是关键。安田教授分享，在他的课堂上面，有一些学生分享，之所以会想要减肥，是因为他们喜欢的名人网红看起来都很瘦。有份由日本厚生省提供经费所做的研究也指出，日本女性使用 SNS， 也就是网络社交平台时间越长，她们本身的 BMI 就会越低，对于理想身材的 BMI 标准也会偏低。我们在研究这个主题的时候呢，看到有很多人担心过度的追求纤细身材会影响到日本女性的身心健康，所以呼吁大家要关注这个议题，不应该过度的减肥。甚至会担心如果追求灰姑娘体重的风潮持续下去，这股风潮可能就会影响到越来越多人，让更多原本就身体健康也不觉得自己需要减肥的人，因为社会的风潮跟压力，不得不追求灰姑娘体重，形成了恶性循环。那虽然我们在理智上面蛮认同这个说法但如果从情感面来看，假设我们自己就是追求灰姑娘体重的人，这些说法好像没有办法打动我们。
有些人呢想要灰姑娘体重，可能是想要改善人际关系，融入某些群体；有些人呢可能是因为同侪的压力、家庭教育而必须要改变；还有些人呢可能是因为个人审美，单纯喜欢自己瘦瘦的体态。那不管是什么原因对于他们来说，身心健康可能不是他们的首要考量。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会认为，如果最源头让他们想要追求纤细身材的原因没有解决，追求灰姑娘体重的风潮，短期内可能很难有所改善吧。好的，那我们最后也想来问大家，你喜欢自己的体态吗？为什么？喜欢我一直很努力的维持在标准范围，因为并不喜欢虽然呢在标准范围，但我觉得还是有地方可以改善，因为巴拉巴拉。自己喜欢虽然不在标准范围，但我喜欢自己的样子，因为什么呢？第一，不喜欢我不在标准范围，也不喜欢自己的样子，因为什么？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灰姑娘体重。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巨胖社会极简实证。那么今天的世纪7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